上期讲到，隋炀帝率领100万大军征伐高句丽，却以惨败收场，于当年7月返回了涿郡。次年正月，他就再次发兵，准备第2次征伐高句丽，并且让杨素的儿子杨玄感负责监运粮草。那么杨玄感为何反叛？他找来好友李密商议，却为何不肯听从李密，最终导致兵败被杀呢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隋炀帝第2次征伐高句丽及杨玄感兵变。611年，隋炀帝为了征伐高句丽，不惜动用数百万兵民前往，致使天下民不聊生、家破人亡的惨剧频频上演。同年，山东和河北等地遭遇水灾，使百姓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。于是，吉郡邹平县的农民王勃便在隋炀帝首次出兵前聚众起兵，占据了长白山，即今天邹平市和章丘区的交界处。众多躲避徭役的百姓便纷纷加入。随后，平原县的刘霸道出现的张金称、张南的孙安祖和窦建德，以及渤海的高士达、瓦岗寨的翟让、章丘的杜伏威等人也相继起兵，其余的小股武装更是数不胜数。但是隋炀帝对他们的反抗视若无睹，依然率领100万大军出征。即使首次征伐失败后，也没有立即派兵镇压，而是紧锣密鼓地筹备第2次出征，并将督运粮草的重任交给了杨玄感。杨玄感是杨素的嫡长子，凭借父亲的功勋被授予柱国，任礼部尚书。杨素病逝后，他继承了父亲楚国公的爵位，但是由于声名过剩，受到了隋炀帝的猜忌，内心倍感不安。为了能在军中任职，他对兵部尚书段文振说：“我家世代蒙受皇恩，如果我不能建功立业，怎能心安理得地享受这份恩德呢？但凡边疆发生战事，我定要执鞭于战阵之中，冲锋陷阵，民工主管兵籍之事，所以我就斗胆向您表达心声。”段文振将此话告诉隋炀帝后，隋炀帝非常高兴，并对杨玄感加以重用。此次大军出发前，隋炀帝便将督运粮草的重任交给了杨玄感，让他在黎阳郡，即今天的河南省浚县，负责督运粮草。由于当时遍地都是起义军，杨玄感觉得天下必将大乱，于是他就与王仲伯和赵怀义等人密谋，决定起兵反叛。他故意拖延军粮，导致前线军粮吃紧。隋炀帝派人前来催促，他就以水陆沿途的叛贼众多为由来搪塞。同时，他秘密召回跟随隋炀帝出征的2个弟弟杨玄纵和杨万硕。为了能名正言顺地调动周边郡县的隋军，他派遣家奴假扮成从东方而来的使者，谎称说水军统领来护儿因为失妻起兵叛乱了。